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美国南部的新建房屋数量创历史新高，主要归功于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下一条，美股本周收盘时展现出一波乐观情绪，投资者受到通胀数据利好和预期即将降息的提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 上涨 1.6%， 即超过650点。标普500指数 GSPC 上涨约 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IXIC 上涨 1%。 尽管这两项指数本周为负。下一条， LinkedIn 联合创始人霍夫曼为哈里斯副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支持。如果哈里斯胜选，霍夫曼建议他更换因反垄断政策而饱受争议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下一条，查尔斯·巴克利谴责 NBA 拒绝 TNT 匹配亚马逊的转播权报价，痛斥 NBA 将金钱置于球迷之上。他认为 NBA 优先考虑科技公司，而牺牲了球迷利益。让我们关注美联储首选通胀指标数据稳定，为央行在下周政策会议上暗示9月降息敞开大门。下面这条，2024年巴黎奥运会刷新广告收入纪录，首次实现所有赛事直播。流媒体和数字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为跨平台协调广告活动提供便利，并通过 TikTok 和 Roblox 等社交平台吸引年轻消费者。接下来这条，3M 公司股价创40多年来最大涨幅，投资者对新任 CEO 的重振计划表示欢迎。新 CEO 比尔·布朗承认产品创新放缓，宣布加快新产品开发并减少内部浪费。在业绩超出预期后，3M 提高了全年调整后利润预期区间下限。下面这条，三星电子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涨薪福利。美国工会也在争取组织芯片工厂员工争取权益，因这些工厂将获得政府资金。三星表示罢工未影响生产，而工人称工厂自动化程度高，但离工程师仍不可或缺。下一条，受经济数据提振，标普500指数所有主要板块均上涨，因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降息。小盘股和经济敏感股上涨。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财务数据显示，牛市正在扩大。下一条，波音公司要求供应商披露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态记录，以扩大对用于商用飞机的金属认证中使用虚假文件的情况的检查。接下来这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首次访华，以稳定中意关系。梅洛尼寻求拉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平衡欧盟对华强硬立场和中俄关系紧张。中欧关系可能因美国大选而受影响，但对华对话对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益。下一条，鉴于俄罗斯的威胁，欧洲提议共同举债加强安全，但德国政府引用宪法法院反对增加负债的立场来拒绝。尽管缺乏安全准备是一个安全风险，但德国政党政治考虑和财政部长反对等因素也阻碍了共同举债提案的进展。让我们关注澳大利亚与国有潜艇制造商 ASC 签署了一份价值22亿澳元14亿美元的4年合同，用于升级海军柯林斯级潜艇。该合同将确保1100多名技术工人直接就业保障。接下来这条，瑞士央行行长 Jordan 认为，央行工作并不乏味，保持沉着稳定是成功的关键。他认为央行应专注于其职责，保持价格稳定和避免不必要的张扬，避免因错误的货币政策而受到批评。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对 NBA 提起诉讼，指控 NBA 无故驳回其配对权提案。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每年斥资12亿美元购买转播权，该转播权将于下赛季末到期。NBA 拒绝匹配条款，并声称已将转播权授予亚马逊，直接违反了协议。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对这一行为提起了诉讼。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